是一枚會飛的攝影師，大疆 Neo 2。大疆 Neo 1代呢，真的賣得超好，尤其是讓很多小姐姐也開始玩上了無人機。而這一次，大疆給 Neo 2進行了全面的升級，全像避障上了，畫質、內存也都有提升。這個呢，等會兒跟大家詳細講講。但它的驚喜啊，遠不如此。大疆給它做了一套更全面的手勢操控，手掌就能夠絲滑的操控方向，非常的好玩。這個視頻呢，給大家講明白。我們先看外觀，它依然延續了上代 Neo 的設計啊，全包的講義，非常的安全。哎，這前面多了個小尖尖，是用來防撞的。整體上雖然大了一點，但是一個巴掌依然能拿下。機身升級，這台巨大，多了塊顯示屏，能顯示目前的模式。我們按底下的這3個按鈕呢，就能夠選擇和確認。這邊呢還有個激光雷達和指示燈，加上尾巴這兒多了2顆魚眼避障鏡頭。這玩意兒居然就這樣的實現了全向避障，升級了這麼多，它的重量只比前代呢重了10幾克。原因就是大疆 Neo 2呢，這代主打的就是手勢操控，把連接遙控器的這個圖傳模塊啊給外置了。用遙控器操控DJI Neo 2呢，你就需要插上它就可以了。而這個手勢操控是這一代 Neo 2最讓我覺得驚豔的一個升級啊！抬手起飛，用手掌這樣對着它，就能控制它前後上下左右的移動。我們還可以連上手機實時的監看，比如我左側臉好看是吧？我就讓它飛左邊一點來拍我。我想把自己拍得更高挑的，就可以讓它下降貼地。總之啊，你就有無限的机位可以供你選擇。整個操控的過程啊，就像魔法一樣，非常的絲滑。返航方案也非常的 magic。現在我們伸開手掌，它就會自動識別，然後飛回落到我们的掌心上。有了這個玩意兒，你就相當於有了一個會飛而且聽話的攝影師了。各位小姐姐呢，也終於可以把你的男朋友給丟掉了。Neo 這個攝影師啊，不僅聽話，而且拍得還更好了。Neo 2現在能夠拍攝4K 60和4K 100幀的視頻，雖然它依然是用的上一代那個1/2英寸的傳感器，但是我對比測試了一下，它的畫質也有提升。白天乍一看兩者是差不多的，是吧？但放大後呢，樓宇的細節要更豐富一點，映出來的噪點呢也有減少。晚上的差距就很明顯了。Neo 2色溫這塊呢更準確，整體的畫面有提亮，塗抹感也弱了很多。然後這一代它還增加了一個非常實用的這個智能自拍功能，就是全自動幫你拍照。按一下這個功能，它會半身、全身、遠景各來幫你拍一張，而且它拍出來的照片啊是自帶美顏的，不用 P 呢，看起来就很不錯。這個功能有多實用呢？我之前周末的時候跟朋友去爬山，四周啊都是懸崖，沒有這個玩意兒根本沒辦法留下我們的合影。如果你覺得你想拍的更多，我們還可以連上手機，在上面呢增加更多的拍攝角度、拍攝的張數。大疆的 Pocket 3上面非常火的一個功能啊，希区柯克變焦，這台 Neo 2也會。我們在 Pocket 3上還得去學怎麼運鏡，但 Neo 2呢是全自動的。我們選這個功能，它就會自動幫我們運鏡生成這麼一段希區柯克變焦。我覺得這個效果還是非常不錯的。像這種全自動的運鏡模式啊，它一共有12種，包括環繞、衝天、螺旋。我們出去旅拍的時候，靠這些全自動的功能，我們都能夠拍到膩。除了這種拍照和運鏡啊 ，Neo 2它的跟隨拍攝能力也更強了，它最高跟隨的速度提高到了12米每秒，騎車的那個速度它是完全追得上的。加上它引入了全向避障嘛，在我們跟隨騎車的時候就能夠快速的躲避障礙物。骑行時的急彎，我突然轉向這些呢，它也都能跟上。Neo 2這代的跟隨算法是真的很強。當然，我們如果日常要拍 Vlog 這種邊走邊口播，或者想要一個攝影師在後面跟拍你這種效果的話，也可以用它來跟隨。收音呢也不用擔心，它可以直接通過 WiFi 啊連接上我們手機，我們一邊走一邊拿着手機說，哎就 OK 了。在跟隨的時候，如果你想讓你的攝影師在哪個位置來拍攝你，我們也可以用手掌這樣調整經位，真的非常的方便啊。Neo 2呢也可以連上手機來遙控，它有個手機操控的模式，會比我們直接用手勢操控更精準。但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航拍，還是需要插上这個圖傳模塊，這個時候呢，它就成了一台真正的無人機了。它擁有大疆的O4圖傳，飛得更遠，可以像大疆其他無人機一樣這樣打桿運鏡，可以用它去拍攝大樓、大橋，完全沒問題。它同樣可以連上大疆的 Goggos N3眼鏡和這個雞腿控，就可以用它像鳥兒一樣以第一人稱視角飛行，在林中啊各種穿梭。大疆 Neo 1代呢本身就是一台很好的 FPV 練習機，但 Neo 2呢提升了它的抗風性、圖傳，我們平時在家裡啊、車庫就可以用它來練習飛來飛去。它還有 Avatar 這種一鍵花費的功能。Neo 2能這麼好玩，離不開的就是安全性上的提升。後面的2顆魚眼鏡頭呢，能讓它實現全向的避障，加上它很輕又有全包的講義，就算炸機了，損壞的概率也很低。它現在也支持了全域飛行，在水面啊、懸崖這種場景中也能飛。在內存和傳輸上，大疆 Neo 2系列呢，因為要保持小體積，依然閹割掉了 TF 卡，只保留了內置存儲。不過大疆 Neo 2這一代相比前一代直接翻倍了，有49GB，同時它還提高了 WiFi 的傳輸速度，它最高支持80多兆每一秒。
秒是前代的3到4倍，3塊電池拍的素材幾分鐘就傳完了。當然 Neo 2呢也不是沒有缺點，其實就是它抗風性和續航了。沒有辦法，重量和體積對於無人機來說本身就有兩面性。輕巧的無人機呢，一攜帶攻擊性弱，炸機也不容易壞，但是抗風和續航就會差一點。沒辦法，物理法則嘛。Neo 2的續航呢依然是20分鐘不到。抗風性上，它雖然比 Neo 1代的抗風性有提升，那現在支持5級抗風，但還是建議大家避免在高原或者山頂上飛。最後是選購建議，如果你是新手朋友，第一次體驗無人機想嘗個鮮，那這個1499的單機身版本呢就非常的合適。但是它這個續航啊比較一般，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盡可能去買這個3塊電池的套裝，但是这個使用體驗上會更好。對於想入門航拍的朋友呢，我更推薦暢飛套裝，2499會多一個數字圖傳模塊、遙控器，還有3塊電池。畢竟這代 Neo 2呢已經有了全向避障嘛，安全性上有了大大的保證。3塊電池呢也足夠大家練習飛行了。當然它還有一個體感套裝3699，這個呢就比較適合想體驗第一視角飛行的朋友入手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了，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。我是紅素，下期見。